您听过坦克咆哮，但您听过坦克低语吗？如果你是1991年驻守在伊拉克南部战壕里的装甲兵，有很大概率会听到一种诡异的声音。远方传来轻柔却尖锐的呼呼声，像极了喷气飞机准备起飞。你一开始还以为空军要来了，结果下一秒地面隆隆作响，一辆美军的 M1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就从沙尘中钻了出来，像幽灵一样，没打招呼就开火。那声音不吼不炸，却冷得像死亡本身。低语死神这个绰号就是这么来的，听起来像恐怖小说标题，但现实中的它比小说还吓人。M1是少数采用燃气涡轮引擎的主战坦克，这种引擎在飞机上很常见，但用在地面装甲上却非常少见。原因也很简单，太贵、太烧油、太不常规，但美军就偏偏选了它。而这个决定在战场上直接换来一种意想不到的心理效果，敌人根本听不清它从哪儿来，也搞不懂它是不是坦克。在沙漠风暴行动里，伊拉克装甲部队的老 T75、T55面对 M1时，不只是被打穿，而是被打懵了。你想呀，战场上你本能是靠声音来预判敌人动向，结果这玩意儿跑起来像直升机，移动的像闪电，声音却比卡车还温柔，这谁受得了？它不像传统坦克那样咆哮前行，而是像个戴着耳机的杀手，轻盈地穿越夜幕，然后在你没有反应过来之前，一炮送你归西。尤其在夜战时段，美军 M1坦克还能通过热像仪提前锁定目标，结合它几乎不可能预警的接近方式，就像死神夜访，你看不到听不清，却已经命悬一线。所以说它低举不是因为它慢，而是因为它快得太优雅，杀得太干净。它不是那种用声量宣告到来的猛兽，它是那种让你在安静中突然阵亡的终结者。而这一切都得从那台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引擎说起。你能想象吗？一辆70吨重的钢铁巨兽启动时发出的声音，居然像飞机在热车。这不是动漫设定，也不是谁在玩战地开挂，这是 M1艾布拉姆斯的日常操作。它用的不是柴油机，不是汽油机，而是一台燃气涡轮引擎，型号叫 AGT-1500，1500匹马力，听名字就像战斗机备件舱里搬出来的怪兽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要给一台地面坦克装个喷气引擎？理由其实很美国。我有钱，我任性，我有战略逻辑。首先是动力比 ，AGT-1500只有 1.1 吨重，却能爆出1500匹马力，整整把自重推到了功率重量比将近每吨21马力的水准。结果就是 M1在沙漠里跑得比很多卡车还快，从静止加到32公里每小时只要7秒。要知道，一般重型柴油坦克那叫一个慢热，而 M1上来就能秒起飞，真正做到了火力跟得上速度。第二是后勤灵活性。AGT-1500能烧什么？基本上你能想到的液体燃料它都能喝，柴油、汽油、航空煤油，甚至战地回收油，混点沙子它也能吞。这种全地形嘴巴让美军在战区后勤调度上少了很多烦恼，尤其是在像乌克兰这种早晚温差30度、燃油容易结晶的情况下，切换燃料就能解决冷启动问题。第三是低震动、低噪音。这话听起来矛盾，但跟传统柴油机的咚咚咚相比，涡轮引擎运转的是旋转轴，没有活塞上下砸来砸去，所以震感更小。对成员来说，这意味着不光能打，还能久坐不疲。对维修组来说，这台涡轮引擎的构造和直升机上的涡轴引擎相近，不仅维护流程熟悉，而且模块化程度高，大修换总成像插拔 U 盘一样简单粗暴。不过咱也不避短，涡轮引擎也不是完美神话，它烧油真烧油，正常行驶下每公里要喝掉4升油，是德国豹2柴油坦克的2倍，完全就是个装甲吸油机。低速运转时效率也差，战术调度时必须提前搞好加油车链条，而且它对进气环境要求极高，在沙漠里要是吸了点沙子进去，轻则叶片划伤，重则直接熄火。所以美军给 M1配了整套高规格空气过滤系统，还得天天洗空滤，比保养宠物还费劲儿。但就算有这些缺点，美军还是坚持了40年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台喷气心脏换来的是一种别人没有的机动逻辑，无论在哪种地形、什么气候，突击还是撤退， M1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，而这才是现代战争里决定胜负的机动时间权。你可以说它贵，它有老虎，但你不能否认它是个把战略主动权写进引擎里的家伙。而有了这颗动力怪兽之后，下一步就要解决打不穿别人，别人打不穿我的问题，那就得看看它的防御外壳究竟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。阿布拉姆斯的外壳最形象的比喻就是一层层硬到变态的磨刀墙，
怎么个磨法？简单说，就是敌人的炮弹打过来，不但打不穿，还会被磨掉一层皮，弹体自己先虚脱崩溃。这不是玄学，这是美国人玩复合装甲玩到极致的产物。我们从头来说啊，最早的 M1用的是叫乔巴姆的复合装甲，别看名字像英国人养的猎犬，其实是来自英国国防部的秘密研发。后来美军拿来魔改，结构是怎样的？钢板加陶瓷加金属背板加吸能材料，一层叠一层，像千层蛋糕，但每层都能让穿甲弹吃瘪。当一发动能穿甲弹打上来，首先碰到的是陶瓷，它会碎，没错，这是设计好的。碎了之后体积膨胀，形成一个硬块迷宫，专门用来拖慢、撕裂、打偏穿甲体。简单说，这不是你打我一枪，而是你把自己撞进了磨料绞肉机。更狠的是，从 M1A1HA 之后，美军给装甲里塞进贫铀，对，就是那种密度接近黄金、硬度堪比钴合金的超重金属。贫铀装甲一旦上线，动能弹的下场就只有一个，撞上来自己碎。在海湾战争里，伊拉克军的苏制 T72 对着 M1A1HA 猛打，结果炮弹像打在 ATM 机上，一发没穿进去，反倒是 M1直接反击，把 T72 当靶子玩。而在坦克内侧，美军也没放松，防崩落内衬系统登场了。这是一层吸能材料，一开始是铅，后来升级为贫铀。它的作用，当炮弹勉强打进装甲，可能产生金属碎片在车内飞溅，这一层能把碎片吸入，让成员活下来。再后来，美国人干脆推出城市战专属套件 TUSK， 直接在侧裙板装上爆炸反应装甲，在屁股后边加上引擎防护铁栅栏，像是给坦克穿上了末日铁皮套装，专防 RPG、IED 这些游击队神器。结果就是，无论你从前面来、侧面来、背后来， M1 基本都不怕，怕的反而是你自己那一发炮弹有可能白送。更离谱的是，M1的弹药是单独放在炮塔后的弹仓里，跟成员舱的防爆门隔开，一旦被弹药击中，也不会引发殉爆，而是顶部泄压板直接打开，把爆炸气浪往上引导，成员舱安然无恙。打个比方，就像冰箱爆炸了，门自动弹开，但人还在厨房喝茶。这就是 M1的防护哲学，不是你打不到我，而是你打到我也等于没打，真正实现了来呀，我看你怎么死的防御反杀逻辑。而防得住还不够，这辆低于死神最恐怖的地方是它边跑边打，还能边精确爆头。那就准备迎接下一章，看看 M1那套杀人不见血的火控系统怎么玩的比游戏外挂还离谱。你可能以为坦克打仗靠的是火力猛、口径大，但在 M1艾布拉姆斯这里，不只是打，更是算。它不靠暴力碾压，而是用一整套精密系统，从测距到弹道计算，从热像夜视到炮长月全开火，把你精确爆头，像个开外挂的 AI 狙击手。我们先看主炮 ，M1原型用的是105毫米线膛炮，这在当年已经算主流，但到了 M1A1 和 M1A2， 果断换成德国莱茵金属设计的120毫米滑膛炮，美军本土授权生产后叫 M256。这东西不是简单的加速口径，而全面提升穿透力、初速和弹种兼容度。最狠的是它能打出平油弹芯的 M829系列穿甲弹，打谁谁心虚，连爆二都要侧面敬礼。但别急，重点不在炮，而在算。M1的火控系统是整个家族的灵魂所在，由休斯公司开发，早期就具备独立稳定系统，也就是在颠簸越野中精准射击，哪怕坦克自己在跳舞，炮口照样锁定目标，不偏不倚。开个玩笑，就像你在骑摩托还能往窗户里扔飞镖，关键是每一镖都中吧。再来一套装备组合拳，激光测距仪不是瞎猜啊，而是秒速测距，几百米远的目标瞬间标定。弹道计算机把风速、气温、气压、炮管温度、磨损程度，甚至炮管下垂浮度一并算进去，然后实施修正射击参数。热成像夜视仪，黑夜作战，白白夜视镜，这玩意儿直接把热源像红外鬼火一样画出来，敌人再怎么藏都一目了然。炮长月全开火系统，如果炮手在跟踪 A 目标，但炮长发现 B 目标更危险，啪了一下，一键强插控制权，炮口瞬间转向 B， 先干掉高危险目标再说。再配合上稳定器加双轴自动追踪，你就知道什么叫边开车边狙击是 M1的基本操作。而 M1A2 之后更是数码魔改上头， CITV 车长独立摄像仪等于第二双鹰眼，全时段搜索加指引， IVIS 车标信息系统
打通所有 M1 战场网络，互传目标、敌情、坐标，组成坦克互联网。FBCB2 数字战场系统，你看到的目标整队都能看，你锁定的坐标全营都能打。这么多系统加在一起，就像 M1 坦克车里藏了个 AI 军师加预判大师加夜行杀手，他不需要等你冒头，而是早就算好了你什么时候该倒下。讲到这儿，很多观众可能想问了，这么贵的火控系统，坦克会不会因为多出来的这堆电子设备反而电子过敏？放心，美军从来不靠信仰开机。下一章我们来聊聊 M1 怎么一边把科技塞进铁盒子里，一边还让车主活着回来。一般主战坦克10年换一代算正常，可你知道 M1 艾布拉姆斯已经服役超过40年了，还在一线蹦跶吗？不是因为他铁打的身板，而是因为他一直在战场热更新。咱先拉个时间线，最早的 M1 从1980年起步，像个硬派少年，搭105毫米炮，打得准，跑得快。但说实话，跟后来的自己比，简直像还没装系统的空机。到了1985年 ，M1A1 登场，120毫米滑膛炮，平油装甲，动力提升，才算是进化成真正意义上的重型杀器。再来 ，M1A2 不是换壳，是换脑子，引入 CITV 车长独立摄像仪。车长变成团队里的侦察队长 ，IVIS 系统上线，让所有坦克联网互通有无，就像是 M1 终于连上了 WiFi， 不再单机作战。接着是大家口中的系统升级包 SEP 计划 ，SEP V1 先把电力系统强化，电脑系统小升级 ，SEP V2 这就开始换大脑皮层了，整合战场指挥系统，等于把每辆坦克变成了会说话、能共享视角的钢铁队友。SEP V3 来了，这是真重做系统，不仅把新一代电子战设备塞进车体，发电量也提上来了。为了养活那些越来越吃电的侦察系统、干扰系统、主动防御系统，顺便还更新了装甲材料，准备上场硬刚俄罗斯最新一代反坦克导弹。那 M1 就这样一直升到 V99 去吗？也不是，现在的终极更新叫 M1E3， 不是小改，而是再定义自己。传说中要用55倍新炮。自动装弹机，更先进的燃气涡轮引擎、悬挂系统、隐身处理、电磁脉冲防护，这不就是坦克版 iPhone Pro Max Ultra？ 而更关键的是 M1E3 这一套升级设计，目标是一路撑到2050年之后，一个平台撑70年，这在坦克史上简直就是活化石加网红 AI 的混血，活着还一直在变强。总结一下哈，别看它叫 M1。它可不是 Model 1，而是 Major 永不退休。跟其他国家的新坦克比，它可能不青春，但它永远在线。它不是靠一夜爆红，而是靠40年不断重刷存在感。所以你说它像不像 iPhone？ 每过几年换个名字，升个系统，出个 Max 版，但内核从没掉队。先来直视几个刺眼的现实。第一 ，M1 太重了 ，M1A2 SEP V3 已经接近73吨。未来的 M1E3 哪怕轻量化，也很难摆脱重型铁块的标签。而现代战场越来越讲究机动、跨域快速部署和后勤节奏，光是运输这一点就让 M1 显得臃肿。第二，油老虎还在饿着。燃气涡轮发动机虽然给它独特的低于死神风格，但也成了它燃油黑洞。尤其在乌克兰战场这种高强度、分散部署的现代战争中，谁加油快谁活得久。你可以强，但你耗不起。第三，无人化来了，他还没准备好。别说无人机围猎坦克的新闻层出不穷，现在连地面无人战车都开始上桌。美军的 RCV 轻型机器人战车，俄罗斯的天王星系列，中国的猎人平台，都在说明一件事：未来坦克不是没人看，而是根本没人要上车。那 M1E3 还搞升级，是不是白花钱了？还真不是，我们得看它升级的方向。增强电力系统，就是为了接入更多传感器、通信模组，甚至 AI 辅助驾驶，优化负重比和主动防御系统，说明它不是只想着多扛几方，而是要先知道谁要打我。引入模块化设计，让同一车体能装载载人炮塔，也能装载遥控武器站，甚至变成一台指挥平台。说白了 ，M1E3 已经不再是传统坦克的终点，而是在向智能装甲平台转型。它可能是最后一款有人驾驶的 M1， 也可能是 AI 战车部队的总指挥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未来的战争画面是这样：前线是一群像蜂群一样分布的小型无人车与飞行器，后方坐镇的是一辆 M1E3 变形体，不需要自己冲锋，
但能统筹调度战场上几十个单位。他的炮不常开火，他的装甲也不总扛弹，他的价值是他掌握的信息节奏。这就是 M1 的未来剧本，从坦克变成战地 AI 中枢。所以这章不是终章，而是 M1 变身战争 AI 节奏的前奏。他还不是终结者，但他在向终结者交报。到这边 M1 阿布拉姆斯的整部故事就讲完了，从低语死神到系统狂魔，从钢铁坦克到 AI 平台，它不只是美国军事工业的缩影，更是人类对战争之行的一次次重构。朋友们，您觉得地面战还需要人类驾驶吗？未来的坦克究竟是越来越强，还是慢慢退场？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，我们会挑选最有料的观点，做成下期的特别回应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又好懂的军事结构，别忘了点个赞、订个阅，分享给你那个家里有坦克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